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雅。你会点开这一集影片，想必你也是对国外的工作，感到非常的好奇，然后有向往。也许你现在就已经在国外工作了，但是我录这一集影片呢，其实主要还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并不是所有外国的工作都是诈骗，但是同时间你也要非常非常清楚的去检视这个工作。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幸运，我在疫情期间，那时候可能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出国的情况下，我曾经得到一个很棒的 offer， 它是在欧洲工作。以我的资历来讲，或以我能力来讲，我也不是念法文，或是不是念欧洲语系国家语言出身的人，我完全跟欧洲基本上是没有连接了，除了去玩过以外，但是我还是得到了一份在欧洲的工作，那时真的是一件非常 lucky 的事情。当初我要去之前，我父母也是非常担心我，想说啊，你去到底这个是不是诈骗这样子？大家很多人都想拦我，但是没有拦得住我，那我真的去了。可是我去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。首先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就关于国外的工作，通常还是在比较正当的管道找到的话，会比较能够信任。比如说104这种大型的人才征求公司，照理说的话，他们是要提出一些资料，让104去审核他们是否真的是一间合法的公司。因此，我会比较信任在这种大型的网站上面找到的工作。是那种脸书上面的话，我还是会觉得要小心就对了，因为现在是是非非，脸书尤其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多诈骗的东西。再来呢，面试，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也会观察，主管都在国外，那当然我人还在台湾那时候，因此我们面试都是用视讯的方式。如果你可以看他的脸，大概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那说话他问你的问题，你也可以猜测得出。比如说我那时候有被问到有关 Excel 的能力，当然还有考我日文，甚至他们面试官里面很多个，有一个人是在里面，他是真的要听我到底会不会讲日文这样子。因此呢，我觉得你面试的时候也可以大概看得出一个端倪，因为你想嘛，如果是一个诈骗集团的话，他面试可能就会比较随便，他甚至不用面试，对不对？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。我得到这个 offer 之后，我也有去他们的办公室跟他们的人事部的人谈，因为我还是觉得这是国外的工作，是蛮害怕的。那有去到他们办公室，去之前呢，他们也有举办很多次的行前说明会，也有跟我解释真正是怎么样申请啊，各方面的。因此我认为你在找到这个工作，拿到 offer，甚至到出发前，其实都很多地方你可以好好的检视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，千万不要被要去国外的那件事冲昏头，都要很冷静很仔细的去思考每一个环节。当然就是因为是国外的公司的话，我们通常比较不了解，所以比如说它有没有网站，这当然也是一个看这个工作是否为真实工作的一个方式嘛。如果是一个在日本的工作，我也是会一样的方式，就是去看，甚至用 Google Map 去找他们公司在哪里。当然我这个工作真的是很幸运的，是一间很正常的一间国外的公司，但是我在当地遇到的人呢，他们也跟我讲说，你也要很注意的是你是去哪个国家工作。如果你是去那种听都没听过的东欧国家，那你也请一定要非常注意小心。那当然东南亚就不用说了，我个人是绝对不会考虑希望大家在找国外的工作的时候，请周围的亲朋好友跟你一起来做这些功课，这样子才不会说莫名其妙就被骗去了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。